在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有知情的美官员透露，最近几周，美国情报机构发现2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机降落在阿联酋的一个机场，并卸下了多项不明物资。这段时间，中国和阿联酋互动频繁。由于担忧阿联酋和中国逐渐走近，美国打算禁止阿联酋得到最新的 F-35战机、无人机和军火等，涉及230亿美元的军备交易，试图来威胁阿联酋和中国保持距离。然而，这引起美国官员的警觉。阿联酋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但是却和中国越走越近。而美国防官员认为，中国或将在阿联酋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五角大楼曾有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可能已经在考虑和计划增加海外军事后勤设施，阿联酋就是主要考虑之一，并讨论向阿联酋派遣数百名军事人员。而美国更是注意到，中国立场较之前有了很明显变化，更加积极明确表达其在中东的立场。美媒提到，美国官员已经对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和安全行动表达了担忧。最近，中国在中东存在感很高。之前在中美高层会晤后，中东地区的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阿曼6国便对中国火速发出邀请，释放出异常信号。而能同时和中东这6大国保持友好关系，连美国都做不到。期间，中国还和伊朗签署了25年协议，中国还和沙特也在石化、贸易、5G 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中国还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经历战乱的国家展开重建工作。需要提到的是，这次巴以新一轮冲突中，积极斡旋的中国在中东增强了影响力，反之搅浑水的美国更是成为中东国家讨伐的对象。而这次中国在巴以冲突中的明确立场，也让以色列心生间隙，撕破脸后便开始在中东地区大造阴谋论，称中国积极参与叙利亚重建，其实是为了掩盖其中东野心，替代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存在。所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跑了一趟中东，试图维持美国的影响力。对此，美军4星上将弗兰克警告称，如果美国撤出中东，会让中俄填补当地的空白，以此增加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力。这就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因为和美国的军事存在不同，中国是来建设、发展、合作的，而中东集体倒戈也是必然之事。他们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争。在疫情蔓延至全球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军事演习。近期，美日法澳4国再次举行联合军演，可这一次为何俄罗斯如此紧张，紧急对中国示警？据悉，5月11号至26号，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法国以及美国在内的4个国家，将在日本九州岛西南部、东海以及有争议岛屿附近展开军事演习。就在4国军演刚结束之际，俄罗斯方面坐不住了，要中国保持警惕，声称邻国和美国等可能会率先发起攻击。此次美日法澳4国联合演习名为 ARC-21。其内容分为2个阶段，海上和陆地。第一阶段，日本、美国和法国出动船只执行2栖以及空中作战，澳大利亚军舰负责对岸上火力提供支援。第2个阶段，美日澳法陆上兵力直接降落在岛上，进行防御以及训练城市条件下的战斗技能，展示所谓的联合夺岛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表示，演习的目的是提高日本各个岛屿的防御能力，并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以及合作。与此同时，声称这是美军正在计划组建亚洲版本的北约，主动进行的美日法澳4国演习。这一说法不得不说存在的纰漏太大，亚洲版本的北约军事集团印度军队不在场，这怎么解释？反倒是法国海军派出了军事特遣队。对此，俄罗斯方面就认为，从演习假想敌来看，这一次4国演习夺岛训练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针对有争议的岛屿，而是针对未来发生台海战争，或者是日本以及俄罗斯南千群岛发生战争，以确保美日法澳能够主动发动突袭的攻击之战。就如专家所言，美日法澳的行为可以意味着，如果未来台海爆发冲突，那美日法澳很可能会插手台海冲突。早在4月初，我国辽宁号航母就已经进行了演习，向外展示了该航母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对台海进行包围。可没过多久，美日法澳就针对台海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因此提醒中国，仅从这个演习时间来看，就绝非偶然，用演习企图威慑中国，阻止中国统一。美日法澳的意图太过于明显，也太过于愚蠢，哪来的自信认为中国会被恐吓到？当然，不可否认，美日法澳4国的这次演习是一个让台海局势再度升温的危险信号，至少在未来可能引爆的台海战争中，有这4个国家是铁了心要干涉台海战事的。事实上，中国外交部早已经进行了警告，美日法澳4国的军演不会对中国造成任何威胁。一直以来，中国虽说不鼓吹战争，但别国也不要欺人太甚，逾越中国红线，否则中方的反击一定拳拳到肉。
据国防博客杂志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马尔·贾维德·巴杰瓦将军访问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的军事训练场，并考察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工厂开发的各种战斗车辆和武器系统的现场实验。乌克兰媒体表示，巴杰瓦将军对现代乌克兰武器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媒体说，巴基斯坦对乌克兰的堡垒坦克和塞西亚反坦克导弹非常感兴趣。巴基斯坦军方有兴趣在未来通过技术转让和合资企业扩大与乌克兰的国防合作。这样一来，巴基斯坦可以获得国产化的装甲车辆制造技术，而乌克兰则可以获得宝贵的资金。但这样一来，很多人会担心乌克兰的军售是否会蚕食中国在巴基斯坦的5倍出口份额。乌克兰和巴基斯坦同意进一步优化国防合作，特别是在军事生产、训练、情报和反恐领域。但巴基斯坦已经和中国厂家签订了采购 VT4 坦克的合同，第一批次采购量达170余辆，未来总计划采购300辆。可以说，巴基斯坦短期内几乎不会再缺乏坦克。那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选择在此时考察哈尔科夫的目的在哪里呢？可以说，在中国坦克的出口史上，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厂一直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和俄罗斯的乌拉尔厂都是苏联坦克工业的巨头。两家企业为了竞争苏联陆军的坦克订单，分别推出了 T-64 和 T-72 坦克，并在技术、政治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应该说，哈尔科夫厂是具备深厚的生产现代化坦克的技术实力的。但随着乌克兰经济的下滑以及国内外订单的减少，乌克兰已经没有资金继续开发坦克。这导致每次乌克兰提出的 T-84堡垒坦克的改进型的漂亮的纸面参数都无法实现。目前，泰国是乌克兰境外唯一的堡垒坦克使用国，但泰国多次威胁终止与乌克兰制造商的合同，因为它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交货条件。这从侧面反映了乌克兰厂家无法按照标书的要求提供质量合格的坦克。巴基斯坦对此并非不知晓，但所以巴基斯坦的要求可能是以廉价的价格购买其技术和产线，然后由巴基斯坦的国内进行生产，这样就可以自己把控生产质量，并由此掌握关键技术。而乌克兰方面也不止一次传出，乌克兰可能要采购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由于北约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援还非常有限，而乌克兰方面也缺乏大笔的资金采购欧美昂贵的战斗机，因此乌克兰想要借和巴基斯坦的良好军贸关系，采购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由于乌克兰资金紧张，所以很可能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以陆军的武器装备抵扣一部分的采购费用。而作为乌克兰的拳头产品 T-84堡垒坦克也是唯一巴基斯坦能够看得上的武器装备。狗急跳墙，